相信最近大家關心得最多嘅新聞之一咧，肯定就係新型病毒 Omicron 喺世界各地嘅蔓延同埋散播速度啦。Chloe 咧亦都係一樣嘅，每日咧都對住新聞上邊嘅新增數字好緊張啊。雖然話新病毒可能毒性咧就冇之前嘅 Delta 咁強勁，但係畢竟咧呢個係啱發現嘅新型變體，而感染人數嘅大幅上升咧係肉眼可見嘅。所以近排咧有唔少訂咗明年上半年出發郵輪嘅朋友仔啊 email 嚟問我哋，究竟新病毒影唔影響佢哋去郵輪啊？郵輪會唔會再次停航啊？而我哋嘅答案咧亦都好簡單，唔知 ，no idea， 冇錯，就係咁坦白，就係咁老實。對於郵輪咧，我哋係專業嘅，但係對於病毒咧，我哋係外行嚟噶嘛，所以新變種以後會變成點，真係未知之數。不過我哋咧係可以同大家總結一下，自從 Omicron 爆發以嚟，各大郵輪公司都發生咗啲咩，同埋做咗啲咩，同埋期間咧 CDC 嘅反應以及行動，話唔埋咧，你會揾到心目中嘅答案。大家好，我係你哋嘅郵輪一線報道員 Chloe 啊。喺今日嘅視頻開始之前呢，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可以點翻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同埋新嚟嘅朋友仔咧，不妨點翻個訂閱噃。喺呢個聖誕前夕咧，好幾間船公司係有大動作嘅。首先咧就係 Norwegian Cruise 啦。Norwegian 咧喺11月嘅時候有宣布咗取消碼頭檢測，乘客咧淨係需要帶檢測結果，或者係喺屋企做 home kit 檢測咧就可以登船啦。但係喺新一波嘅疫情嘅衝擊之下，上個星期咧，佢哋都宣布恢復翻碼頭嘅檢測啦。乘客可以唔需要提前做檢測，但係咧就要好似之前咁樣喺碼頭度排隊攞籌，即場做快速嘅檢測，免費嘅，網上登記做就得噶啦。不過咧唔單止檢測啊，Norwegian咧仲宣布改變船上口罩嘅規定。皆因咧8月復航以嚟，Norwegian一直咧都將乘客疫苗咧要求卡得好嚴。所有上得船嘅乘客咧，都必須係完全接種疫苗，咁樣咧就導致所有帶小朋友嘅家庭咧都冇得上啦。換嚟嘅好處咧就係乘客可以喺船上邊唔需要戴口罩，但係而家咧就唔得啦。Norwegian 咧要求所有嘅乘客，除咗喺餐廳坐低食緊嘢之外，其餘室內嘅公眾地方咧都需要戴口罩。新政策基本上就等於係向其他嘅船公司睇齊啦。今次就算全船全接種疫苗啊，都唔可以再標新立異啦。跟住咧就係關於 Royal Caribbean 啦，皇家加勒比最近都幾多風波啊。首先咧受新一波疫情嘅影響，嚟緊3月即將落水嘅海洋奇蹟號 Wonder of the Seas 宣布，明年冬天咧將取消去亞洲嘅計劃啦。行完歐洲之後咧就會返美國 Orlando 過冬，行7晚嘅加勒比海線。咁望佢望到頸都長嘅香港嘅朋友仔咧，又要失望啦。睇嚟咧，短期之內都冇辦法可以喺維港見到呢艘巨無霸啦。而另一艘巨無霸 Symphony 咧，同樣唔係太順利。喺12月19號嘅時候咧，發布咗一項消息，喺呢一個乘客加船員一共6091人嘅航次裏邊，船上邊嘅確診咧就確診咗48名乘客。喺發現多名確診之後啊，船公司咧迅速咁樣隔離咗所有嘅確診者，而且咧由於 CDC 通知船公司喺前1個星期嘅航次上邊，有乘客喺離船之後返到屋企檢測嘅時候證實確診，所以咧 Royal 咧亦都迅速咁樣通知咗所有上一水嘅乘客，要盡快自行檢測，確保安全。喺 Royal 嘅聲明裏邊咧，佢就表示啦，今次確診嘅乘客咧未上報症狀，但係咧就喺離船檢測嘅時候發現到嘅，證實乘客咧感染嘅係新型嘅 Omicron。目前咧未來嘅行程就並未受到影響。第二咧就係關於檢測嘅。Royal Caribbean 咧，從1月6號開始會取消船上邊免費幫國際乘客做離船檢測啦。自從11月美國開放邊境之後啊，好多國家咧，包括美國自己，都要求本土嘅公民坐飛機返自己國家嘅時候提供陰性嘅核酸檢測報告。當時好多船公司咧，包括 Royal Caribbean 都有提供呢一項服務嘅。船公司咧通常會喺臨落船嘅前一日喺船上面安排醫療團隊去做。而且費用咧係由船公司負責。
但係從下個月開始咧，所有需要離船之後做核酸檢測嘅國際乘客，包括我哋加拿大居民，都唔再可以喺船上邊免費做 PCR 測試啦。不過咧 ，Royal 依然可以幫有需要嘅乘客安排喺離船嘅碼頭度做即場嘅測試，只不過咧費用咧就要乘客自己承擔啦。另外咧 ，Royal Caribbean 出咗一個新規定，乘客而家唔可以再喺賭場度食煙啦。呢一項新規定咧係同口罩規定同步嘅。之前船上邊咧劃分俾全接種疫苗嘅乘客嘅區域咧可以唔使戴口罩，但係新規定實施咗之後啊，所有嘅乘客咧除咗喺餐廳用餐同埋酒吧飲嘢之外，其餘所有室內嘅地方咧都需要佩戴口罩。而賭場禁煙咧，亦都係為咗令乘客盡量減少喺室內暴露。新規定咧會持續到至少1月5號，之後咧就會視具體情況而定啦。所以之後上船會變得更加嚴格㗎啦，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啊！而最後一個變化咧就係 Cruise with Confidence 同埋 Final Payment 啦。Royal Caribbean 咧將 Cruise with Confidence 嘅政策延長到5月31號，俾新嚟嘅朋友一個簡單嘅 heads up。Cruise with Confidence 咧就係船公司允許乘客可以最遲喺船出發之前嘅48小時取消而唔需要罰款，全額咧就會轉成 Future Cruise Credit。同時，所有5月之前出發嘅船咧 ，Final Payment Day 都縮短到出發之前嘅30日。咁好明顯啦，船公司咧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唔需要喺而家情況未明朗之前咧就 cancel。大家可以再觀望一下未來1-2個月嘅情況係點，同埋 protocol 係點，先再做決定。而喺歐洲方面，由於法國成為第一個宣布外來旅遊者需要加強針疫苗先可以入境嘅國家，目前咧行緊歐洲航線嘅2個船公司艾達同埋 MSC 咧都受到咗影響。艾達咧就宣布從即時起，所有嘅乘客如果需要喺法國港口上岸玩嘅話咧，都需要出示加強針疫苗嘅證明。而 MSC Cruise 咧就唔要求乘客打加強針啦，佢哋乾脆咧就取消晒所有行程，直到1月14號。暫時咧就唔會有船咧會去停法國，直到另行通知啦。可以預見到嘅係，從法國掀起個頭開始，未來陸陸續續咧會有更加多歐洲嘅國家需要乘客有加強針疫苗先可以入境同埋上岸。所以如果明年有訂歐洲 cruise 嘅朋友，係時候咧要去安排下加強針啦。縱觀成個12月，由於新一波 Omicron 來勢洶洶，我哋咧係見到好多已經準備出發登船嘅朋友咧，都臨時改變咗計劃。而更多主流媒體開始報道，好似之前 Norwegian Bookaway 嘅確診，再同埋前幾日 Symphony of the Seas 嘅確診，而越嚟越多新聞嘅報道咧，係關於呢啲船上面嘅確診嘅。我哋覺得咧呢個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船上面嘅情況同埋處理方式更加透明化。要知道，其實 CDC 咧同每一個船公司、每一艘船，每日都會實時跟進船上邊嘅衛生安全狀況。所以呢2次嘅確診咧，或者更多嘅1-2個船上面嘅確診 ，CDC 咧係一直都知道嘅。講一個最新鮮嘅例子 ，Royal Caribbean 最新嘅旗艦船 Odyssey of the Seas， 冇錯就係 KY 去嗰隻，喺啱啱呢一個星期六12月18號喺 Fort Lauderdale 開船。僅係開咗1日之後咧，就掉頭返去啦。原因咧就係船上邊有一個乘客去醫療中心報告咗自己唔舒服，喺檢測到係確診之後咧，船長決定即刻就將呢一艘3000幾人嘅大船掉頭返去 Fort Lauderdale 放低呢一個乘客啦。一個乘客確診就令一艘大船改行程掉頭，其實咧按照規定咧，佢係完全唔需要咁樣做嘅。好多人咧可能第一反應就係，哇，又有人確診啦！一有人確診，船公司又要改行程啦。但係又有幾多人會真係關心點解船公司要咁做？點解要咁勞師動眾呢？原因係因為呢個本身就係船公司規定好嘅 protocols， 呢一個係船公司嘅責任同埋義務。為咗確保大家嘅航程安全，船公司咧都自覺遵守規則，郵輪先可以盡可能咁樣保障乘客同埋船員嘅安全，持續咁樣行落去。更加分離嘅係，美國一個知名嘅媒體喺知道咗 Odyssey 呢次嘅事件之後，特登聯繫到 CDC， 並且好關心咁樣問佢哋：嘿，你知唔知道 Odyssey of the Seas 有1例確診啊？而船公司要為咗1例確診掉頭返 Fort Lauderdale，你哋又點睇呢件事呢？
而 CDC 嘅回覆咧，亦都堪稱經典啊！我哋知道啊，呢一個咧係 Royal Caribbean 對於確診乘客嘅常規處理程序，無論係乜嘢症狀同埋情況下，都係咁樣做㗎。所以咧，其實無論大大小小嘅 case，CDC 咧一直都係知道嘅。每一艘運營中嘅郵輪都係需要每日同 CDC 匯報。如果 CDC 覺得情況超出咗控制，CDC 咧就會出手 shut down 㗎啦。所以咧，其實自從 Norwegian Breakaway 嘅確診 case 以嚟，更多嘅人開始關注新病毒對郵輪嘅影響。好多人咧會開始私信我哋，你哋有冇睇 Breakaway 呢一個新聞啊？你哋有冇睇 Symphony 嘅新聞啊？等等，裏邊咧不乏咧係有對郵輪同埋對郵輪業抱有熱忱嘅人，但係咧亦都會有唔少媒體、網站或者係博流量嘅公眾號自媒體會直接跳去個結論度，大大個標題寫住驚爆豪華郵輪促使病毒肆虐，噩夢重現。每次咧我睇到呢啲新聞，我嘅表情就係其實從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成個北美洲有數以百萬計嘅人確診過，而期間有幾多係喺郵輪航行嘅期間產生嘅確診呢？答案係0。冇人可以拍心口咁樣保證話去郵輪咧係絕對安全嘅。但係上郵輪其實咧就係同你去迪士尼樂園、去 Yorkdale 商場，甚至同去你街口嘅超市係一樣嘅。而區別咧，只不過係所有去呢一個郵輪、呢個遊樂場嘅人都係要完全接種疫苗、加核酸檢測，再加特別衛生防護措施保護。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哋去郵輪安唔安全，你知唔知道郵輪上邊有冇出現確診？我哋嘅答案係我哋知道 ，CDC 咧亦都係知道嘅，而且咧佢哋已經處理完啦。郵輪公司做咗僅次於醫院嘅最高等級嘅安全措施。如果你自己覺得安全，郵輪就係安全嘅。我哋唔鼓勵任何人喺呢一個非常時期做任何你覺得冒險嘅決定。如果你有動搖，你有 feel not comfortable 嘅地方 ，stay home。喺呢一個時候去郵輪咧，甚至去旅遊咧，都係唔適合嘅。希望所有關注郵輪同埋郵輪生態嘅人，再見到類似嘅新聞嘅時候，唔再係針對住邊一艘船有幾多人確診，而係對嗰啲從事郵輪行業嘅船員，或者去郵輪度重新體驗出海感覺嘅人，多一份理解。好啦，以上就係今期視頻嘅全部內容啦。最後咧 ，Chloe 想多謝喺上期視頻留言分享佢哋最愛嘅船公司同埋郵輪經驗嘅觀眾朋友。以下咧就係我哋通過網頁工具隨機抽中嘅5位留言嘅獲獎朋友仔。請中獎嘅觀眾朋友將你哋嘅聯繫方式 email 俾我哋呢個郵箱，我哋咧就會聯繫你，郵寄小禮物俾你哋噶啦。今次冇抽中嘅朋友仔咧，都要記得繼續支持我哋喎，因為好快下期嘅抽獎咧又嚟噶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